Hi everyone, 我是 Amber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And if you're new here, hi, 我是 Amber, 我是一个产品设计师，然后现在住在加州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。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还蛮多人敲碗想要看的影片，就是我的 desk setup。我其实最一开始大学的时候，对于这种 desk setup 完全没有感兴趣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就只需要一个桌子、椅子、我自己的电脑。这样就够了，我对于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。开始上班，然后开始剪影片之后，觉得，有一个自己这样的 setup 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我就先从 Pinterest 上面开始找一些我喜欢的 desk setup 的感觉，然后从这里面去挑取一些我喜欢的元素，然后慢慢拼凑起来一个属于我的地方。我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工作、剪影片、做 side projects， 那我应该要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地方，应该要让我感觉到很 productive。很可以静下心的感觉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它不是只是一个实体上看起来很漂亮、很舒服的地方，而是从这个空间里面，它可以带给我什么感觉。But yeah, let's get started. 首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升降桌。这一张是 Human Scale 的 eFlow Go， 它是58×29的超大桌面。最棒的是它可以自由调整，并且记住我设定的高度，所以我轻轻按一下按钮，它就可以直接调到我的站的跟坐的高度。我以前都每天连续8-9个小时坐在这个位置，现在我都会饭后站起来1个小时，然后上班中间有空也会站起来工作。我觉得我的 cable management 没有到非常好，但是我已经尽我的全力了。桌子底下我放了一个收纳架，把充电器、线材全部都固定住。用了这个收纳之后，让桌面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，而且也不会一直勾到线。我的萤幕是 Samsung 的34寸曲面萤幕。一开始我有点担心买曲面萤幕，因为我怕萤幕的左右两边会有扭曲感，而且毕竟我是设计师，我每天都要看很多设计图。但我开始用了这个 Curve Monitor 之后，发现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视角非常的自然。而且这么宽有个好处，就是它非常适合 multitasking， 所以我可以同时开 Figma、Google Doc 或 Notion，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再开个 YouTube， 这样不需要一直切换萤幕，真的帮我省了很多时间，也提升了我的工作效率。这是一个可以活动的萤幕支架，它可以自由调整远近，我也可以调整它的角度。用了这萤幕支架可以让桌面干净不少，而且萤幕下面也多出了很多空间可以放其他的东西。这是一个 BenQ 的萤幕灯，是从我男朋友那边拿过来的。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晚上工作，或者是家里的采光没有很足的人。它很棒的是，它除了可以调整灯的亮度之外，它还可以调整温度。像我白天的时候可能就会调冷一点的灯，然后晚上就会调暖一点的灯。我平常会议几乎都要开视讯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用的 webcam 很重要。这一颗是 Logitech 的，它可以夹在荧幕上，然后角度也可以自由调整。整体来说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镜头。我有2台笔电，一台是工作用，另外一台是个人用。这个笔电架好像也是从我男朋友那里拿来的。我桌上怎么那么多东西都从我男朋友那里拿来的我觉得它很漂亮，而且这样子直立式的也非常省空间。因为我上班或者下班的时候都是在这个 station， 所以代表我的 workflow 需要可以自由的切换。然后我2台电脑随时都插着 HDMI 线，需要切换电脑用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个充电器移到另外一台电脑，然后用这个 Rocketfish 的 HDMI switch 轻轻按一下，就可以瞬间切换萤幕显示。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。我用的键盘呢是 Royal Clutch 的 RK71， 打起字来手感非常的好。我搭配的是 Novel Keys 的 Cherry Milkshake Keycaps。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keycap 就直接被它吸引，因为我觉得它颜色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这些颜色也刚好跟我桌面的 aesthetic 蛮搭的。你可以看到我还有贴注音符号的贴纸，因为我记不太住注音符号的位置，所以没有贴这个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打一个字会一直打错，要可能打15秒才打得出来。我用的滑鼠是 Logitech 的 MX Master 3S， 我非常推荐这个滑鼠，它的曲线的设计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我手用久了也不会酸。然后它的侧面还有自定按键，我就可以拿它来切换视窗，或者是回上一页、取下一页之类的，真的超级方便，我非常推荐。它也可以连接多台装置，所以像我需要换电脑的时候，就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切换了。我的手腕垫就是一个随便 Amazon 上面买的，但是我觉得用起来还算不错，但我没有很喜欢它是黑色的，我觉得它颜色有点太重。这个坐垫也是 Amazon 上面买的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容易脏。你看这里就有吃水饺的时候沾酱油不小心滴到的，然后这里也有那个擦指甲油的时候不小心流出来的。
目前我都还稍微可以忍受，但是我觉得再多几个污渍，我可能就会把这个换掉。我的左手边放了一个磁吸式的手机充电座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喜欢把我手机放在这里充电。它的吸力非常强，我也可以把它转成侧面，让手机变成 standby mode， 当做一个时钟用。而且我觉得 iPhone 上的 standby mode 的设计都做得很漂亮，所以我工作到一半往旁边瞥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心情就特别的好。然后它很不错的是，下面也有一个可以充 AirPods 的地方。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充电座，我把它放靠墙壁，然后用它接我的灯跟手机充电座，还有其他需要快速充电的东西。我也可以用它顺便充挂板上的耳机、相机跟我的 trackpad。然后我的桌上还有放我的 iPad， 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会用 screen mirroring 把它当成我的电脑的延伸萤幕，这样一来我可以在大萤幕上做我主要的工作，然后把一些辅助的 app 放在 iPad 上面，比如我的 Slack、Spotify 或者是 Notion。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不用一直切换视窗，让我整个工作流程更顺畅。另外这个 iPad stand 是我在爱用品分享的影片里面有提到的那个 iPad 架，我也觉得它非常的好用，可以自由的调整角度，很干净的外观，我就觉得放在桌上很漂亮。我桌上也有一盏 IKEA 的台灯，它的外形设计非常的简单，我觉得很有质感。还有这个海报，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我的风格，非常符合我整个桌面的 aesthetic。我的椅子是 Human Scale 的 Liberty Task Chair， 因为我真的会坐一整天，所以椅子需要有支撑力，不然我腰真的会烂掉。这张椅子可以根据身体调整高度、手把的高度，还有椅子本身的深度。但我不知道是我腿太短还是怎样，就是我调到最前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太深。所以说实话，这椅子坐久了会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所以我最近有在想要换椅子，正在考虑 Herman Miller。所以有经验的人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其他推荐的椅子。这面 IKEA 的挂板真的超级好用，我买了很多它一套的 accessories 来收纳一些我平常会用到的一些小物，让我就来一一介绍一下。这一台就是我随身的 vlog 相机，我想要随手拍点东西，我都可以直接从这里拿起来用。这个 tray 是我上 Pottery 的前几个作品，让我放一些我平常会戴的耳环之类的。这个是 Sony 的耳机，这副耳机跟我的 AirPods 我会轮流用。这个是 Apple 的 Magic Trackpad， 我自己觉得我设计的时候还是比较习惯用这个 Trackpad， 因为我需要 zoom in 或者是左右滑动什么的，用这个比较顺手。然后这里就是放一堆 Notepad 跟一些文件，还有一些笔、我的眼镜。这个是一个桌面吸尘器，因为我的桌面常常会有灰尘或者是饼干屑对，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扩香 Finally 就是迷你版的鲁夫。我自从被我男朋友抓去开始看了海贼王之后，我就爱上这部动漫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小小的鲁夫，我觉得很可爱。OK， 这就是我的 Desk Setup Tour， 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们一些灵感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And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!